吧，就是说所有各种花材一个简单的养护方式。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。既然想做，咱们就把这个做好。希望呢，买到花的朋友呢，能把这个花养得更好哈。那咱们今天说说康乃馨啊。我们说到康乃馨呢，先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哈。如果出现掉瓣很严重，就是大面积的掉瓣的情况，或者说这个花瓣有腐烂的、萎缩的现象，或者说这个花瓣的外层和内层的花瓣都有那种焦边的现象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，我们应该拍照，完了找这个商家售后。另外呢，我们在收到康乃馨的时候，如果它不脱水，或者说轻微脱水，是没有必要做醒花处理的。我们只要在第一次插花的时候水量稍微多一点，就可以。当然了，如果脱水非常严重，比如花瓣蔫软，我们就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。这个康乃馨呢，容易出现这么几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它很容易泡烂根儿，就是养康乃馨的水很容易浑，甚至发臭啊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花容易折断，就从这个根儿的地方比较容易折断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康乃馨是一种乙烯敏感型的花材，所以要尽量减少乙烯气体的浓度。基本上呢，康乃馨注意这几个问题就能养好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认为康乃馨最关键的点啊，它的关键词就是杀菌，尽量减少细菌的滋生。养康乃馨的水呢，我们建议使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，最好在同时使用一些杀菌剂，比如说二氧化氯或者说是八四焦豆液。然后呢，养康乃馨的水面不能太高啊，一般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。如果太高的话，很容易泡烂根儿；太少的话要吸不上水。所以说10厘米左右问题就不大。有些时候呢，这个康乃馨可能会有一半两半的啊，最外层那块可能会有这种烂瓣的现象。我们要把这个烂瓣去掉啊，去掉的时候呢，从根部整个拔出来，不要光拍外瓣啊，把根去掉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在去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叶子呢一定要去干净，从这个根部一定要挖干净啊，就是不要留这个叶子的根，因为这个根泡在水里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，完了呢，水呢会很容易浑，要扒得很干净才可以啊。另外，如果咱们看到啊，这个康乃馨如果叶子上面长出侧的那种小包，我们要给它摘掉，因为它会抢这个养分。基本上呢，康乃馨处理呢就是这样就可以啊。咱们康乃馨去完叶以后啊，切记啊，就是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去掉啊，瓶口以上的可以保留，但是瓶口以下的要去掉。咱们去掉这个叶子以后啊，要用清水把这个杆冲洗一下，把碎屑啊，还有这个一些灰尘冲洗干净。这样的话呢，也不太容易产生细菌啊。冲洗完以后，咱们插花瓶，在插瓶上切记一点，咱们在剪根的时候啊，不管是一支也好，或者多支也好，45度斜剪以后啊，完了马上插到水里，不要在空气里放。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会引起气阻啊。在康乃馨插好以后呢，咱们注意有几个后期维护的点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换水。如果说这个水不浑，没有变味儿，这个杆儿没有泡烂，就不用换水，只是在水减少的时候我们增加就可以，基本上保持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啊，不用天天换水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切记康乃馨的花头是不能喷水的，喷水以后水分挥发不了，可能会容易烂，所以说康乃馨的花头不要喷水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一个瓶里啊插的花不要太多，花和花之间要留有一些空隙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的花期会更长一些。然后我们把这康乃馨插好以后啊，就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环境就可以啊，避免日晒，避免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。这个康乃馨呢，如果说新鲜度好，我们养护得当的话，一般情况下10天甚至10天以上的花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康乃馨哈，这个康乃馨呢是一种块状花材，就是一块一块的哈，所以说和康乃馨搭配呢，我觉得雾状的或者散状的，甚至线条类的花材，就是不同类型的花材搭配，可能欣赏效果会更好。好，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康乃馨